这是下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地——意大利多洛米蒂。这里独特的白云石岩形成于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时代，由这些岩石构成的山体陡峭多变，让这里变成了户外的天堂。每年有数百万人会来到多洛米蒂，但据说只有0.01%的人才能站在顶峰。而这次我的目标就是站在三峰山山顶。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山要怎样才能站在山顶呢？答案只有一个：攀岩。小心！哇，我这个时候差点搬掉了哈！再放进去，一定要测试一下，有时候。你现在，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万一要是石头一松或者手一滑，不就完了吗？在人类刚刚开发攀岩这项技能的时候，的确如此，绝对不能失误。最早为了生存，一些人以身试险，去采集悬崖上的食物、药材，或是躲避野兽。而在18至19世纪的时候，登山运动飞速发展，为了登上更难的山，攀岩这项技能开始在登山者中普及。我们今天要攀登的三峰山大峰，就在1869年被首次登顶。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攀岩系统的完善，人们不必再使用麻绳缠在腰上的方式攀登，而是发明出了攀岩安全带和轻量化且高强度的登山绳索，以及方便安装和回收的机械塞和岩塞。就这样，从近代开始，攀岩不再是一种冒险，而是一种相对安全且刺激的运动。哇塞，这可真不轻啊，全是金属的东西。我们的队伍一共3人，负责先锋开路的阿楚，负责保护和收尾的502，他们会带我第一次感受大岩壁。不过这条线我们3个都是第一次爬，因此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勘探线路。到这个线路下面，宁斯，你看，我们不是会爬这个东北三脊吗？它就是这条脊线，但是呢，它下面的起步，你可以从这个脊这儿爬上去。我们现在看着感觉很明显的，但是实际上上去之后再要走，也许会迷失。对，因为你在岩壁里面就不一样了，对吧？这时候我们就要介绍一个东西，叫做路书。就没想到在现代社会，我们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来找路。右侧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线条，就是我们的攀登路线了，标明了大概走向和难度。而接下来穿好装备，就要看先锋的表演了。他现在是无保护攀爬的状态，是最危险的状态。对，然后他现在到这个裂缝这儿，他面前的裂缝，他觉得可以换个保护，就可以放个塞子进去，给自己做一个保护，再把身上的绳子连在这个塞子上，这样如果他不小心脚滑了一下或什么的，他掉下来就不会掉到底。万一先锋不小心滑落，保护员就会立即收紧绳子，防止意外。哇，首先爬到那个地方，这刚刚中途设置了2个保护点，现在他在设立保护站。OK， 现在建好保护点，我开始录像。开始，喜欢攀岩也好久了，检验我的时候就到了。因为下面换了攀岩鞋会太湿了，所以现在 Lynx 穿了一双高山靴在爬。这就是攀岩的具体过程，需要找到好抓的手点，然后上脚，用全身的力量往上爬。在我们攀爬的时候，阿楚就变成了保护员，我们一边爬，他一边通过保护器收绳子。好，你现在站到那里去，对，然后你可以在那儿换鞋。这时，位于队尾的502也开始攀爬，并且回收沿途的保护点，交还给先锋，以此循环使用。这双就是攀岩鞋了，会比普通的鞋子紧很多，鞋底用的是摩擦力非常大的橡胶，虽然无法长时间穿着，但有了它就可以安全的踩出像这样的点。我的天，怎么样感觉？先锋就这样开始了第2段攀爬，而我和502就在这里等待阿楚到达下一个保护站。保护站通常由至少2个稳定的岩钉组成，但也有例外。是这个玩意儿，太酷了！怎么回事？以前的人打的。事实上，我们攀登的这条东北脊路线于1909年被首次登顶，沿途的这些保护站就是由开线者们留下的。这里有18个绳距是吗？这条路线，它的意思就是会有18个这样大的保护站，所以相当于从下面上到这儿，我们要重复18次才能够上去。对，就听起来500多米好像没有多高，但是这是完全垂直的岩壁。事实上，500米已经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还要再高一点。但想想，平均每一个保护站之间高度相隔28米，
分成18次爬，好像也没那么累。OK， 保护解除。做技术攀登需要好细心呀，因为这绳子要把它理顺理清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所以你刚捋好之后，阿楚就把这一段收上去了。OK，Links 那边紧了，我就可以解除。他会给口令。哦，给口令。就是原本是可以攀登的。哦，所以还带了那个对讲机哈。对。好，收到。这全是回音。好，那我就解说，我就先爬了。天，用上了这个攀岩鞋，那不就不一样了哟。这是我们第2段。好，我把我自己解出来了。好，得休息一下，胳膊有点累哦。哇，比想象中要难好多啊！这太重了，多看脚点，脚底要踩。对，你脚可以点在右边的岩壁上，然后形成一个对抗。要把你的绳子摆过来一下 ，Links， 你看，不要挂在那边。对。把自己挂在对方手上。挂这儿是吧？挂这儿可以。哇，比想象中难好多。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背东西感受完全不一样。你身体的重心会被往后扯，然后你的胳膊就会比平时更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看到我这个样子，你觉得我们今天能上去吗？我觉得可能会爬很久，我不确定有没有可能能赶在我们露营的时候到那儿，因为后面应该有比这更难的。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要上去露营，我们带了太多东西，所以我们包太重了，然后爬这种比较直一点的岩壁，它就会对你产生负担。虽然最近没少在岩馆训练，但不论是岩石的触感，还是向下看的感觉，都和这里截然不同。作为我的第1座攀岩山，不仅带了露营装备，还带了各种相机镜头，这样的我似乎太过于贪心了。平时在岩馆里面怕难度，我们这边可能也就11、2米，这儿一段就20米，至少20，至少上面50米一段。我的妈！果然祸不单行。哎，水漏了啊！水袋真的漏了，那个挤掉了。哦，这管子扯掉了，这个成这个样子了。地下全是湿的了。哇，在溜水。发生了诸多不顺，一个首先徒步到山下比平时要累，感觉状态不是很好。再一个就是这个鞋跟刚开始试的时候感觉不太，因为比较紧嘛，走一走现在右脚有点麻，就是确实从来没有搞过这样，不知道这个负担会这么大。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如果上去可能也比较危险嘛，就是首先水已经少了一部分了，再加上睡袋可能已经湿了，要不就把包掉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轻装，好好的今天享受一下。其实我昨天早晨才坐国际长途飞机从成都过来，然后立马开车5小时到山下，再徒步过来勘探路线，然后今天一大早就开始攀登了。不管是时差还是身体状态，的确都还处于调整阶段。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小命比较重要。好消息是现在可以尽情的享受攀岩了，不用再背这个，就挂这儿，挂这儿比较安全。OK， 那就拜拜了。360，我就把你放在这里了。哎，来一个被挂上的视角。你能站起来吗？右脚？不要紧张，就是要放那个。好的。你要相信你的手和脚。OK，nice，加油！看一下大岩壁的世界真的不太一样。这个叫大岩壁吗？算大岩壁。对，大顶。一开始还想着说，跟马特洪一样，上高山靴是不是也能爬哦？扯淡了呢。会难很多啊，难太多。把自己挂在上面，然后踩着这个平台，我脚踩着这个平台这来。这里没有什么哦，这个是这样。下面这是吧？对，下面那个圆环里面，是圈里面。
对了 ，OK， 不用抓着，你就往下，就坠在这儿就行了。对，坠在这，你试一下，慢慢的，这绳子结实吗？结实，真的结实了，试一下。是亲娘哎，这真的是孤身绝壁哦。亲娘哎！你看我这下面去，我的妈呀！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是经历过一些登山的过程，但真的当你在这么陡峭的悬崖上的时候，你看到你的生命就在靠面前的这三根岩钉和这么一根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旧的麻绳保护着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情还是有点复杂。虽然我知道它应该挺靠谱的，但是还是很复杂啊！谢谢你们，谢谢你。放下沉重的背包后，我终于找回了登顶的信心，但当天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所以我们只好下山，回到酒店好好吃饭，休息一晚。第二天去掉了露营装备和相机、镜头，我带着最轻量化的装备再次挑战。所以这一次，因为完全是没有办法用到相机去拍，我就把影视的 Ace Pro 2放在我的胸前，这样随时有时候想拍自拍记录我当时的感受。然后我的头盔上呢放着 Go 4S， 可以拍着低视角。然后以及这次我升级了现在这个 X5 全景相机，有1.28分之1英寸更大的传感器，所以它的画质也会更好，用 8K 的这个全景视角记录下我们在这个陡峭岩壁上的风景，应该会非常非常棒。OK， 所以最后穿着美我们准备出发，现在切换到低视角。这个放松。这算是第3段吗？对，它现在没有包了，它就更加放飞了。好太多了。哎，那你说像户外爬这种，也最好要达到像岩馆一样放松的状态吗？我觉得随时都要保持紧张吧，只是你的动作不要因为紧张变形。就在那儿。现在稍微出现了一点点紧急状况，我们因为带的这个快滑数量有限，刚刚下面忘记取了，我链倒盘下去取了，没有取这根绳，又倒盘回来，服了，太放松了。看看我现在就藏在这么一个缝里边，太刺激了。接下来爬的都是昨天没爬过的喽，全新的路线，开始，加油！再看我这个宝座，我的天哪，你看心啊！哎，滑翔伞，对，那哥们儿在飞伞。再看我就是靠这个岩钉里边的这个在保护，我的天！走，我这个看到这个，需要温暖吗？我们现在爬了5个小时差不多，就现在手表的海拔显示2737，人波算离顶峰还有260啊，果然还是不容易啊。你感觉怎么样啊？很多时候你爬，因为它有点那种角度嘛，你是可以不用手，你可以整个人靠在岩壁上，你就是从未如此和一座山这么亲密接触过，然后你感觉它传来的温度凉凉的，然后就仿佛在告诉你不要担心。虽然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很危险，但是呢，还是要尽可能在这样的地方放松心态，这样才能爬得更好。Hello， 大家，现在是12点47分，我这里呢是山下的视角。如果他们一切顺利的话，现在再过2个小时可能就要爬到顶了。我决定坐巴士去山下拍他们。Hello， 小驴们，哇，你这么大了还吸奶啊？
下车了，然后他们应该在背面的那个山上，我现在要爬过去，大概需要40-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好的，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这个小屋，这边人很多，但是只要你爬到山上，人就会非常少。越难的地方能够到达的人就越少。我尽量每个角度都拍一下，万一要是拍着他们了呢？因为天气热，比我想象的更累。这边还有很多人，出乎所料的话，他们应该就在后面的山上，在努力的向上攀登。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你昨天没有上去，所以我要离你更近一点，才能够更好的照着你。所以 Lynx 你们在哪里呀？我刚才用相机拍了一张放大，没有找到他们。天哪，我录到了，来了！ Hello， 哎呦他在山下，哇塞，帅吗？哎，你在什么位置？哎，你应该能看到我吧？你就在那块地方嘛，就是有牌子的那块地方嘛，对吧？哦，对，我在牌子那儿。对啊，你在牌子那儿，我能看到你啊。我是川。事实上，因为相隔太远，我们都没能认出对方。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从山下看这里完全就是悬崖绝壁，但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小平台。报完了平安，我们吃起了午饭。看我们的高山食堂上面有些什么吃的？哇，鸡胸肉干哎！我们现在大家看在哪里？已经比旁边的山都要高了。然后看吴总那边那个尖塔就在那儿。谢谢吴女士。四川的猪肉。哇，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童年的味道。对，然后你现在就不要解你的保护器，然后呢，你就这样套着过来，把你的自保解了，然后待会儿 Lynx 就在那边搬你绳子。理绳子 OK。对，就是因为那边横切了，这边保护的不太好，需要过去保护。绳子太大了，我待会儿绳子抽都抽不动。走喽。沟槽应该就能到一个平的地方，如果不野山脊，应该就可以从旁边绕过去了，绕到顶上去。我们现在爬了快8个小时，我们还有最后80米左右就登顶了。大家看后边那个尖尖的山塔，我们比它高这么多了。We are almost there 。Yes， 开心。真的，我觉得这次尤其感觉我们像岩羊。你这个攀岩放题还挺好的。哇，这真的爬到爽啊！初心走不见了，我天！我们现在接近山顶之后呢，有一段横切，这边就是走路。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这个攀岩鞋穿在脚里已经好挤了。你要走好啊！这没有保护，掉下去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你们及时把绳子割断。最后一段我们进入到山顶下方的一个山谷里。现在不知道路咋走了，我把你拉着的，你就倒攀，对，倒攀。这没办法倒攀。转过来，你把脚下去踩着，身体趴在上面，对，这样会比你站着会稳很多。OK， 还可以啊。我们又在继续找路。哇，哎，这不魔界那山吗？太美了！
阳光，这个地方真的是哎，绝对有人在这里睡觉。对啊，哇，这是一个山洞。来，我们节主爬啊。你只有梦回那个。对，就是节主爬。梦回四姑娘三峰。然后我一路上尽量做一些保护点，然后我们就跟着爬。好像不远了。哇！恭喜成功登顶！三峰山大峰最高。哇！耶！这是不是多洛米蒂之巅啊？是啊！哦，谢谢！来，给你拜，给我的导师们。谢谢两位，谢谢楚河福林啊！成功登顶。现在我切换成了影视 Insta360X5全景相机，用 8K 的画质记录一下我们在三峰山山顶。我们山没有几个地是高的。这个离我们矮一点，接近，接近，是吧？怎么来顶上？看我们这儿东西，太开心了！可以回击。听说这个里边是有一个记事本。哦，上面能打开。哦，哇！Oh my god！ 哦，哇，这还是本比较新的，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本新的。我掏一下。那岂不是看不到何老师他们写小作文吗？我看今天1队、2队、3队、4队、5队、7队，我们是第8队。我们是第8队。哇，好神奇哦！有一天能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座山顶上，哎，真的谢谢你们俩。这话说的。看你的。谢谢。吴总写的真好啊！这是啥？美好的攀爬，开心愉悦，何其有幸，有此经历，幸福。哇，这写的太好了。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留言，期待一下，有谁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留言？他会变得幸福的。OK， 哇，这个放进去了。真的非常感谢影视这次赞助我们登上三峰山，并且呢，不需要我用手的情况下，用这台 X5 Ace Pro 2以及我头顶上现在正在充电 Go 3S 记录下了我们攀登的过程。这在过去想象如果要拿相机拍是不太可能的。嗨，我们到了。小螃蟹也辛苦呢，在山下等了10个小时了，有没有？小螃蟹一直在山下守望着我们。通常登顶后视频就结束了，但我想大家一定会好奇，这山该怎么才能下去呢？好的，没问题，我去点餐啦。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待会儿见，拜拜。好，妈，下山才是最难的，嘿嘿，找路，绳子会经常这样套住，这应该是下降用的。因为这座山过于陡峭，所以不存在徒步下山的路线，我们只能使用绳索，50米一段，50米一段的垂直下降。这个迷宫一样高。这什么路啊？你这样，下来，你下到这儿能走过来，然后你靠我举绳上。你看我待的这个位置，阿丑就直接脚顶在这儿。而且因为之前没爬过，所以全靠阿楚对路书和经验的判断来找寻方向。啊，你怎么找到的？对啊，绳套是吗？真难绳。这个拍出来好带劲儿。啊，大圣，你取到这个吗？我想办法上去吧。抓着这个。好，你下。不要丢绳子，千万不要丢啊！好，丢了断过去了。每一次下降后都需要把绳子从上方抽下来，但就像刚刚在上面那样，绳子会有不小的概率卡在突出的岩石上，所以需要十分小心。太敬业了，吴总还在给拍，牛的。下了。好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不知道跑到哪儿来了。这个沟槽真的太绝了。通常呢下山我都是不拍的，但是这个确实太特别了。我们基本上一直在升降，螃蟹在那边拿着鸡腿等我们。看起来好危险啊，因为他们没有走过这个路。现在已经9点半了，日落了。感觉无论来过多少次，还是会觉得这里很漂亮哎。你看哈，我们这个用了一个岩钉，然后再加一根斧绳，这个斧绳看起来也是有一点年代了。就如果这根斧绳断了的话，陈老师掉下去了。我们都在这条，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No， 如果斧绳断了的话，我们俩就在这上面能站得住。如果这岩钉爆了的话，我们3个就跟着这个斧绳一起下去了。不会，螃蟹站绝对没问题。对，放心。刺激哈！这斧绳怎么这么细呀？就算是这么细，但它什么？哦，所以其实一般的铁则是至少要2到3个，这样对，一般会有才能下降两个点，然后这样它有一个副保，就算一个爆了，另外一个都可以拉住。看这儿我有点搞不懂，这个地方本来有，但是它给取掉了。太好了，太好了！突然觉得夜晚也有夜晚的好处，能够看到手电筒的光，我们可以看到3个亮光，非常非常安心。我们第一次来多洛米蒂的时候，就在下面拍照，拍到了上面有手电筒的光。当时在想，是什么神人，晚上了居然还在这么陡峭的悬崖上待着。结果没想到今天0死你在上面，牛的。因此也下降了。你在拍啊？大家看，我们现在这个保护点是这样一个，套在石头缝里，应该挺稳的。远距离频道。接下来这段好像是一个大仰角的下降。去看一下大。哦，这是个沟哈，看到没有？你们刺激啊！我感觉像是在羊洞里。可以，匀速下降。这太好玩了！刺激啊！哇，你现在好像《死亡搁浅》里边的那个感觉，太像了。我们回到公路了，现在是11点57分，现在去小木屋接小螃蟹。啊！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想弄个灯来着，但是我手机没有电了。太辛苦了！哎呦！哇！走吧，好幸福！鸡来了！呜呼！这就是有人的感觉吗？小螃蟹在山下等了我们12个小时，到这里，作为一名攀岩爱好者的我的故事就结束了。那最后的最后，属于运动员们的故事开始了。两位大佬去挑战一下大风的北壁。我的天啊，这太夸张了！现在把插物也插在了吴总的包里，就看你们的了。